那是山顶上最为粗壮的一棵大树，枝干粗大而稳固，甚至如石柱般矗立在山间，树冠似大伞一般张开，沙沙作响的叶下是串串尚且翠绿的果实与低垂的藤蔓。注视着符纸渐渐燃尽，蓝丝追后退几步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跳动一下，接着又是一下，下一刻，原本垂在树下温驯无比的藤蔓突兀地变换了形状。蓝丝追一惊，立刻倒转方向，抬手放出信号烟花，然而放出的瞬间带来的延迟就已经足够致命。他整个人被弯曲的藤蔓撕扯着拉向枝干，四肢几乎要断裂一般疼痛。他强撑着召唤自己的佩剑，指挥他砍掉撕扯自己的藤蔓，接着立刻又是一个回身。然而他尚未行动，便僵直在了原地。他转过身的瞬间，一根藤蔓已经伸到了他的面前，就在与他眼睛不到1寸的位置，微微颤抖着。判断失误了，他应该先退开再发信号烟花的。他现在只有一只手是可以活动的，撒不出符咒，灵力也完全跟不上，但山鬼为什么没有杀死他？来不及多想，蓝丝追咬着牙，挥手砍掉眼前的藤蔓，解放自己的左手，巨树剧烈地抖动起来，挥动着枝丫将它猛地甩了出去。要再遇见已经来不及了，蓝丝追极力把自己缩成一团，本以为会狠狠地摔到山坡上翻滚许久，后背撞上的却是个柔软之物。你是来赶着送死的吗？精灵在他耳边怒骂。蓝丝椎肩膀耸动2下，终于笑出了声。远处被激怒的山鬼仍然挥舞着藤蔓，连带着树梢上的果实也一起抖动着簌簌地落下来。魏无羡从银铃里显出身形，确认蓝丝椎紧紧扭伤了右臂后，皱着眉看向山鬼。山鬼被砍断的3条藤蔓如同受伤的幼儿般缩在树干的一侧，畏惧地抖动着，尾部滴落些许碧绿的汁液。它像在委屈撒娇一样，可同时又不受控制地想要伤害他们。魏无羡盯着杂乱无章的触角般的藤蔓，在巨树身上寻找突破。杀鬼一向要找弱点，对付树为原形的山鬼，一般而言就是将树干腰斩。但眼前这棵树太过庞大，恐怕要另寻他方。他猛地搭上金灵的肩膀，道：“如兰。”金灵吓了一跳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干什么？等会儿我会给你一个靶子，就在那个玩意儿上。”他指着山鬼：“我要你把附了灵力的箭射进去，能做到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”金灵动动手腕，眼睛发亮，来。魏无羡微微一笑，示意此刻跟上来的其他人一起后退。接着他抽出一直放在腰间的一杆通体漆黑的笛子，深吸一口气，搭上了陈情的笛孔。笛声清越，音若飞鸟，笛声所到之处，地面微微作响。白骨死尸带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自地狱而来。魏无羡微微偏头示意，走尸皆发出摄人的吼叫，前仆后继地冲上来，紧紧抱住了纷飞的藤蔓。但在高处的几条，凭借走尸的跳跃能力是不行的，起码也要温宁在才做得到。魏无羡把陈情向腰间一插，随之出鞘。他翻身上剑，飞跃至半空之中，整个人柔软无比的自剑上跃下。右手召回随便，只一刀，便巧妙地切断了所有空中之藤。云梦将士剑法以轻灵见长，而魏无羡的身体更是柔韧至极。这番行动之后，他在空中翻滚3圈，也平安无事地落了地。接着他举着随便，左手打了一个响指，自他身后一具无头白骨舞动着4肢，猛地跳了出来。让我好找。他挑眉一笑，那具白骨摇摇晃晃地冲过去，停留在走尸的中央。他的身后另一具白骨冲过来，举起双手，像握着什么东西一样，在空中停留片刻，接着狠狠地劈下来。山鬼发出一声嘶厉的像尖叫般的声音，一条藤蔓如有神力相助一般摆脱了走尸的制约，向白骨而去。魏无羡的守护的麾下，2具方才还自相残杀的白骨猛地齐心协力，一起把那条藤蔓抱在手中。金灵！魏无羡扭头吼道。金灵偏头瞄准那根发疯的藤蔓，咬着牙，却无论如何也放不开弓弦。他怎么能看不出这是什么意图？这2具白骨分明是使山神堕落为鬼的2具。魏无羡在这里重演这一幕，也是在赌山神的执念，赌他仍然会想要救下那个人。
会把自己的魂魄集中在一条藤蔓上，去挣脱束缚。可是他赌赢了，山神的执念并没有完全消散，哪怕变作鬼，他也还在挣扎，挣扎着不伤害丝锥，挣扎着想去救人。这样的伤鬼，要他怎么下得去手？金灵双手发酸，腕部发抖，那2具白骨仍然死死按着藤蔓，但想来坚持的时间也不会长久。他闭起双眼，低吼一声，未等箭射出，眼泪便先一步涌了出来。下一刻，他的剑毫无预兆地飞了出去。金灵一愣，才发觉是自己手腕绷紧的时间太长，已经自动脱力了。离弦之箭带着金色的纹路，飞快地射入了藤蔓之中。山顶顿时地动山摇，巨树的藤蔓如同发疯般无差别攻击，为无限挡在金灵面前，挥手就是几百黄符，紧贴在藤蔓上的将其封印，穿过藤蔓到树干上的就地自燃。